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场这个讨论这个对话。下一个颠覆性创新。我们今天这个两位嘉宾的话呢，一位是这个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薛其坤院士，还一位的话呢是马斯克先生在线上的。那么我们这场的这个安排的话呢，我们这样是先请两位这个我们这个嘉宾的话呢。各做这个5到8分钟的这个陈述，然后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些问题来这个可以进行交流。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能也会看看有没有时间来邀请这个在座的各位嘉宾来提1、2个问题。我想呢，首先的话，这个我想来介绍一下这个薛其坤院士，是吧？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薛其坤原来是院士，也是我的领导。是在清华大学的这个副校长，那么现在的话呢，在南方科技大学担任校长。薛其坤院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量子科学，也做出了非常这个叫量子霍尔反常效应，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那么马斯克先生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大家更清楚，是吧？是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能大家知道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他的很多的一些创新的。这个包括 SpaceX 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2位嘉宾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按照这个那么这个程序的话呢，是我们先请2位嘉宾来做这个陈述。刚才学习校长说，我们应该先请这个我们那个客人这个马斯克先生先做这个 statement so Elon, I think, 薛校长说，如果您先发言的话，可能会更合适。有请。好，抱歉，可以了吗？好的。我觉得总体来说，中美呢应该要有更多的信任，然后呢还是要相信对方是善意的，这应该是能够营造最好的未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中美之间的共识比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都要多，我们应该共创一个繁荣的未来。说到技术，我不太确定我应该具体要谈哪个话题，我可以泛泛而谈，我想大家都想听一听您对未来的看法，比如说颠覆性创新如何来塑造未来的世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发展和影响，对人类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好的，说到技术，那肯定会讲到人工智能，是合成的 RNA 和 DNA。 我们也看到Moderna 和其他的公司在研发疫苗的时候也用了相关的技术，这就像是数字医药会是一个治疗和疫苗方面的很大的革命。当然还有自动驾驶汽车，这很快就能实现了，会大大的改变交通的面貌。我觉得隧道在缓解城市拥堵方面也会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全球主要的城市都有交通拥堵的问题，那么解决方案就是要有3D 的隧道。我们刚刚在拉斯维加斯展示了一个隧道，我觉得也会非常的有帮助。
还有生活呢，生命呢会变得越来越多星球。那么地球已经存在于4.5亿年的时间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生命可以走出地球，我们也可以去探索其他的星球，来确保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意识的传递和延续。好，非常感谢马斯克先生，其实讨论的这个议题非常的广泛，非常的精彩。现在我们有请薛校长也来做一个陈述，有请薛校长，有请。那么薛校长准备了一个 PPT。非常的高兴呢，能和这个马斯克先生艾伦呢，这个有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对话机会，也感谢这个论坛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呢，和一个年轻的著名的企业家呢在一块交流。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太阳能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循环，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么一个问题。我用了一句不恰当的问号，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终极性的颠覆性技术？我非常同意呢，刚才马斯克先生谈到的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交通问题新的工具等等。但是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关于未来谈信息时代的这个技术，它的未来的颠覆性技术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方面的这么一个技术。如果我们有了通用的量子计算机在此基础上，像有了电子计算机一样发展互联网一样，我们会造就一个完全第二代的信息技术。因为今天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谈这个领域，我谈一个大家熟悉的问题，这是我们生活的太阳系大家都很熟悉。在太阳上发生了什么呢？太阳上呢，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道浩川一个氢的同位素的聚变。这个聚变呢，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每1公斤的氢它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万吨煤。每天照到我们地球表面上，这个太阳能呢，达到了每秒500万吨煤的这个水平。这个马斯克先生未来要登火星，火星呢，从太阳上得到的这个能量呢，可能不到这个一半，所以呢，未来的地球人比未来的火星人呢更加的幸福。这些太阳能呢，造就了地球上的万物，植物、动物，经过长达几亿年的演化呢，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化石能源，煤、天然气、石油等等。以石油为例，石油呢，这个成气的年龄呢3到4亿年，而且呢，这是一个不可能再生的能源，用完了就没了。我们人类在过去250多年的时间呢，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这3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化石，刚才谈到的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它们来自太阳。如果没有这些化石能源，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高技术都不存在。所以呢，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地球。那么按照这个 BP 呢，在去年的这么一个统计数据，经过这3次工业革命，我们从地球上继承的能源已经寥寥无几了。可预期呢，在50年以后，石油和天然气按照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用量，
将会用光。所以呢，尽管我们3次工业革命给我们造就了巨大的现代化产业，给我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把祖宗上留下来的东西激光快用光了，半个世纪以后可能就没了。所以说，50年以后，如果这些化石能源用光了，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存在吗？比如说汽车，飞机烧油，没有油了，飞机还能飞吗？轮船还能跑吗？飞机还能打仗吗？那么呢，好歹呢，马斯克先生给我们这个问题呢提供了部分答案，那就是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也有很多像比亚迪这样的企业也在做这件事儿，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所以呢，我们再想象远一点，100年以后，我们这几代呢，不能把地球上的所有的化石能源全部用光，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部分。但是呢，为了保持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保持现在的高科技，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要开发用之不竭的太阳能。所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颠覆性技术，就是基于太阳能的光电效应、太阳能的高效利用和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我的主要观点——可持续循环。什么叫可持续循环？这是我自己定义的，就是在基本上不使用化石能源的情况下，包括太阳能电池的清洁能源，能保证3次工业革命造就的主要核心技术能被持续的运用。像飞机还能继续飞，汽车还能继续跑。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有了这个太阳能利用的太阳能电池，比如我们还需要配套技术，我们要把这些能量储存起来，像化石能源一样方便。我们想用的时候就可以到电池上，到储能器上去取，就像我们想用煤的时候就挖一上一样。这2个技术，所以50年以后，如果我们不使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使用煤、石油、天然气了，我们生产水泥、钢铁需要大量的大功率的电，建造大楼、高速公路、制造飞机、轮船，这些电从哪里来呢？也是用这种电池吗？发动机用的燃料是什么呢？那么一个最科学的回答就是氢气，把煤和石油和天然气用氢气来代替。将来的飞机呢，就是氢气飞机。我们以后呢，北京的天然气管道就全换成氢气管道，换成氢气以后，氢气和氧气反应生成水，既高效又干净又清洁。那么我们如何得到氢气呢？那么当然还是回到太阳，把这个光用最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收集起来变成电，用一个最好的储能技术把它变成像化石能源一样的随便可用的方便技术，然后呢用这些电源源不断的把水分解变成氢气。那么当然有很多科学家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下一代的电池材料，我们现在的最高水平的转化率呢是砷化镓达到了47%。我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我们人类能制造出价格寿命比你贵，但效率比你砷化镓的太阳能电池吗？从目前的27%左右提升到40%甚至更高，这就需要材料科学、量子科学等等长期的科学研究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根据上面我这个分析，再加上马斯克先生的畅想，我们下一次的工业革命，也许是下一次的工业革命，讲是什么呢？在基本上不消耗化石能源的前提下，我们前3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的技术能进一步的完美，而且在全球普及。这个判断是基于一个科学家、一个物理学家的判断，因为呢，现在的科学规律只能这样，除非有
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大道至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大道至简。按照热力学的物理学规律，任何能源的使用过程都会造成浪费，造成二氧化碳等污染。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初心，从最基本的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出发，核聚变出发，回到太阳，利用这个地球上人类宇宙中最简单的元素氢，发展最清洁、最有效、最长久的太阳能、光电制氢能技术。我们人类社会能花200年的时间造次3次工业革命，我们为什么不花100年的时间把这个路线彻底走通？所以呢，我希望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联合起来，通过30到5年甚至100年的科技创新，在化石能源被彻底消耗殆尽之前，完成这一使命，保障我们这个地球呢会永远的美好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去年的9月份代表中国做出一个承诺，2060年呢实现碳中和。拜登总统呢刚刚上任以后呢，也代表美国呢宣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想我今天提到的这样一个 disruptive 的 technology， 这个颠覆性的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技术，有可能为实现这些目标呢提供最佳的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们人类呢就会建造出一个非常美好的命运共同体，让我们呢全世界的政府、科学家像马斯克先生这样的著名企业家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未来的 SpaceX 的火箭呢用上最干净的氢能，把我们送到地球，甚至地球更遥远的地方。我的 statement 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刚才马斯克先生和这个薛校长的2位给我描绘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这个前景。我也知道呢，这个2位呢其实都是学物理出身的。我觉得，那么如果真正要想实现大家刚才提到的这种令人激动人心的场景，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2位对这个未来的年轻人。这个尤其我想在高校对高等教育，尤其薛校长也是这个大学的校长，那么大学的教育怎么样来去准备为这个未来的年轻人能够去应对能够去执行这样的一些能够实现这样的这些梦想。Elon, maybe I'll just ask the 马斯克先生，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体系怎么样为下一代的年轻人做好准备？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实现刚才大家所描述的愿景。很多的想法都已经开始了，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人做好准备，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颠覆性的技术？马斯克先生，您要不要先回答一下？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能够教大家基本的这个物理学，那是很有帮助的。其实物理学就是关于世界的运转。其实物理学当中呢，也有一些非常创新的想法，比如说从限制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实践。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我觉得物理学可以以更加互动的方式来教学。我觉得早些时候给学生们教一些基本的物理学的知识，实际上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参与进来。总体来讲，针对高等教育，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教他们某些知识。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方面的教授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不会记住我们认为不相关的东西，所以你如果想让学生记住什么东西，就让他知道这个是很相关的、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随机的教一些东西，但是之后就是为了找到工作，但不一定在实际工作中会用到这些知识。尤其是大学教育，一个教授
一直在讲，这是单向的讲授，是一人戏，是一再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与其这么做，还不如让学生们来参与进来，让学生们自己在家看老师的讲课。我觉得这样的话还可以重放，还有这个音视频的效果，有可能会更好。而在课堂里面的时间，不是用来教授的，而是用来讨论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学生、对老师来讲，都会觉得更加愉快。所以我觉得当前的教育啊，看起来就好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就是那种单向的，就像原来的那种电视上所看到的。但是我认为教室应该是进行讨论的，而不是只是听老师的讲解。好，季校长，您正好也是教物理的啊，您这个刚才马斯克先生其实对这个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的方式，可能也是提出一些我想质疑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学生们教育啊，我们的方式有什么想法？对，这个薛老师提这个问题非常大，啊，马斯克先生从一个方面做了很好的回答。我想是这样，我们高等教育啊，大学的教育已经经过了几百年啊、上千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呢，应该大学啊发展呢也应该变得更加有理性。第一点呢，就是从我们自然科学、从物理学出发的话，我们更加要还是要教育学生去理解我们这个自然社会，理解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但同时呢，又要考虑到教育我们学生呢怎么利用学到的知识呢，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的人类的这个美好生活呢做努力。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当然这个回答这个问题要回答你这个大问题，要回答的小问题非常多。我想其中一个呢，是不是以后为了更加把这个知识和这个产业和经济发展和福利人类福祉结合在一起的话我就说也许是将来像马斯克先生你这个特斯拉这个企业呢办一个大学，这样呢更容易把这个教育呢和产业和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我想呢，也许过上10年、20年以后像你这样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办一个大学呢更加有目的的去从事高等教育，也许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我的回答就到这个地方。我对马斯克先生，您怎么想呢？特斯拉将来建立一个大学，您怎么想？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也想过，尤其是关于机器人编程方面的教学，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很多现代的生产工厂又非常需要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呢是很容易买的，但是需要做编程，而缺少这方面的人才。这个是我们之前经常讲的，也就是机器人编程方面的课程。这个是我们想的，在特斯拉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在将来做。你刚才好像也讲到了颠覆性的创新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那我想问一下薛校长，技术的确就是非常非常好对于人类社会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的确这些颠覆性技术，有些技术的话呢，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风险甚至于可能负面的影响，还比人工智能对工作的替代，包括可能这种隐私的保护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解决？是这也是除了其实和颠覆性技术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任何的技术，像咱们中国有句这个话呢，叫都是个双刃剑
越颠覆技术越颠覆性越强，它这个双刃剑的这个锋利度呢可能越大，总是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我想人类啊，我们高等教育也好，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能尽量朝到对人类的发展更有利的方向去引导。原子弹、核能，我刚才谈的核能，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福祉，像核能发电这占我们能源中很大的一个比例了，超过10%了。但是呢，原子弹可以毁灭地球。但是所以呢，我们的教育也好，我们人类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能友好的去朝着更好的方面去利用能源，而是压制避免这个的另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将来可能比人还要厉害，但是呢，我们在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一定要设立一条红线。一旦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超越这种红线的时候，出现一次重大犯罪的时候，我们人类呢，警察呢，应该有能力阻止它。我们从技术上，我想人类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呢，这是我们以后发展要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我的片面之见Ilona, I know that you also, I think, previously. 马斯克先生，我知道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您也有过自己的观点，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像颠覆性的技术对于人类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您怎么看？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应对是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以前没有什么比我们人类还更聪明。其实，智慧是我们人类和其他物种的重大的区别。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人工智能的管理和人工智能的共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人类的智慧和人工智能的智慧共存，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机器人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比如说皮质层等等。那我们的大脑有不同的功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手机就像是人类的延伸，但是我们人类的带宽是有限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运转的速度是有限的，总体来讲是比较慢的。那我们和人工智能肯定是区分的。我们不希望只是一个数，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大的效应，这就需要更高的带宽。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皮质层和其他区域的连接要更加的快速，更加的高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人工智能的监管我是支持的。我觉得在方方面面，只要说可能影响到人类的安全，比如说飞机的飞行，或者是食品、药品等等，都是有监管的。汽车等等，这些都是有专门负责监管安全的部门，所以对于人工智能安全进行监管也是很合理的。谢谢。问题其实就是跟我们中美在这个科技这方面这个竞争和这个合作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上面这部分的讨论呢，其实已经前面已经讨论了，就是在这个当代这个科技发展过程中的话呢，那么实际上中美过去这些年有很多的合作但最近这几年的话呢，又有很多的这种新的限制。所以现在可以说中美这个经济上经贸的一些竞争变成了实际上科技领域的竞争。所以我想先问问这个薛校长，就是目前就是这个
美国政府在这个中美科技合作中采取的一些措施的话呢，我不知道对高校这个合作科研合作、人才交流的合作这方面，对您这边有没有产生什么困扰？您对这个中美两国政府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啊，像这个刚才薛老师谈到的，现在呢，中美的这个关系包括科技合作呢，现在呢，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我在清华也好，包括南方科大也好，我们很多学生呢有志呢到美国的大学里去学习，现在呢这个机会变得非常的困难，申请签证也比较难，所以呢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科技合作也好，科学的合作也好，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有了今天的科学，有了今天的技术，是人类社会全世界呢，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才使我们走到了今天。一个短时间的这个两个国家的困难，我觉得应该是这种不合作的话，应该是短见的。我们人类呢，都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球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合作。科学呢是认识世界，技术呢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呢是让全世界的人，让每一个国家的人都变得非常幸福。所以呢，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来讲，还是要永远保持这种学生之间的交流，科学技术包括产业的合作。我也知道呢，特斯拉在中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产业特斯拉在中国有很大，所以呢，这种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眼光看得很短期的这么一个5年10年，我们应该看得更长。所以呢，我对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在一些制度还有管理方式上。薛老师做公共管理这个政策研究的，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宗教也有不同的宗教一样，我们求同存异，把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呢最大化。所以呢，希望两国的政府呢都保持着这个理念呢，做好这次安德维奇的这个中美对话这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这么一个建议吧，发自内心的建议。好，继续。Okay. Yolanda, I think that 好，马斯克先生，我觉得作为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呢，你肯定也是感受到了当前形势的压力和紧张。在之前的讨论当中，弗里德曼先生也说，几乎所有的技术在现在呢都可以被视为两用物项。您是否感到这方面的压力？您对于两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好的。我也建议呢，双方应该要建立互信。在全球也是一样，在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担心，比如说是不是有间谍，比如说在美国要关闭抖音，那么幸运的是呢没有发生，但是有很多人呢都担心抖音的事儿，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不必要的担心，我们也应该要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美国的这种关切呢，有时候是不必要的。总体来说，即使是有一些间谍，其他国家会掌握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重要吗？如果不重要的话，其实也就没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关系的。尤其是对于商业企业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企业，这个负面影响是，如果是一个商业企业确实是进行间谍的活动，
那么对这个企业其实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特斯拉用车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从事间谍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寸步难行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有很强的保密的意愿，否则我们就会被关停。所以其实对于商业企业来说，他们对于保护隐私和保密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总体来说，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是否能够互相信任还是不信任，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够有一个大家能够互相信赖的未来。好，非常感谢。时间差不多了，要不请观众再提问，问一个问题，有问题吗？好，那边有人举手了。我是来自企业，我非常同意徐教授的说法，就是氢能呢是非常有潜力的，能够取代化石燃料的一个元素。我自己也是学物理的，但是我觉得下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应该会来自像材料、物理这样的基础性学科。但是物理呢，其实比较无聊吧。那么怎么吸引年轻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对物理感兴趣，对基础科学感兴趣，而不是像计算机啊或者是金融这些学科？好的，谁想回答这个问题？那马斯克先生回答一下，怎么来吸引年轻人去学物理？其实我觉得物理一点都不无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其实物理就是希望能够了解自然，了解宇宙。物理所教授的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干巴巴，或者是不是很有趣，但是科学当中呢，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在物理当中呢，好像说你不能够给事物赋予情感，不能够用情感来影响你的结果，所以物理学的这些论文在书写的时候一般都是比较的干巴巴的，讲座也是这样。其实大家必须要理解的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如果你要吸引人的话，你必须要通过感情这样的手段，必须要解释为什么物理那么的精彩，那么有吸引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点我要特别强调，其实物理学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而不是干巴巴的，或者是去计算一些去背一些公式，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必须要学习经济学。如果要务实的话，必须要学经济，不仅仅是要证明它在物理上是可行的，它是从一个成本的角度来讲也是行得通的。所以技术解决方案也必须要做到在成本上可行。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它所需要的资源是最少的。我相信风能和太阳能，还有一些电池存储技术，那么所有的交通都应该是电气化。当然我也造火箭了，那么当然还有飞机也需要能源，所以呢，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电池量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达到每公斤大概450千瓦这样的一个储能水平，但是现在呢，产量还有限。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能够支持远程的飞机的航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办法，但是可能在经济上并不是最适用的。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像电池啊、风能啊、太阳能啊，还有电动汽车，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好，非常感谢。也就是要让物理有温度，让经济学也有温度。谢谢。谢谢刚才这位女士提的问题。我也很同意这个艾伦的这个看法。实际上呢，物理你一旦进去以后呢，也不是非常包容，不是非常无趣，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只是你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被一些很多的宣传啊，和一些片面的现象这个给掩盖了。刚才艾伦说过了，这个物理学呢是理解宇宙，我们人类理解宇宙建立的一个最系统的最重要的科学之一。那么呢，它对人类的进步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学物理呢还是将来大有前途的。我很意外的意识到，今天艾伦学过物理，这个切尔呢也是学过物理，大学也是学的物理。结果呢，由于这个物理的知识呢，艾伦做了这个特斯拉，还发明了，还建立了 SpaceX。结果呢，因为学了物理，薛老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管理专家、公共政策专家。只有我呢不努力，结果留在了物理学，做了点小贡献。所以呢，你想变成一个大的伟大的企业家，像艾伦一样学习物理；你想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管理学家，就学习物理，像薛老师一样。如果你在物理上多坚持几年，发现这个它有趣的地方，可能你会继续在物理上前进。像我在接近60岁的时候呢，仍然每天非常幸福的充满着感情的 emotional 在奋斗。希望大家多学物理。好。Well, I think. 好，那么这一节就结束了。首先呢，我要感谢马斯克先生，我知道对您来说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所以非常感谢您熬夜对我们的支持。线上线下的各位朋友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那我们这场节就到这儿，谢谢大家。